最新重磅消息传出，惊人爆料，习近平可能在中共21大之后退位不退权，要学慈禧太后当太上皇，继续垂帘听政。另一边呢，93阅兵现场却频频出现了异常细节，温家宝泪照疯传，张幼霞地位被升格，胡春华还意外拿到6秒特写。这些看似毫无关联的信号串在一起，就是一幅惊心动魄的画面。习近平的权力正在走到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到底是退居幕后的太上皇，还是被党内逼退的失势领导人？今天我们就来把这些蛛丝马迹逐一拆解给大家看。各位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燕青。今天的这个爆料来自前内蒙古法律顾问杜文，他透露消息来源于2位北京高层的老朋友，一位能参加最高级别的会议，另一位则在关键枢纽位置能看到中共最机密的文件。据说呢，在北戴河期间，中共中央秘密召开过政治局和常委会，会上讨论了2个大问题，一个是关于2027年中共21大的政治安排，另一个就是中共接下来的政治路线，还有习近平本人对经济形势的判断。杜文爆料，习近平在这场最高层会议上罕见地承认自己出现了重大失误，导致中国经济陷入困境和危险。当然呢，他还是老套路，一边说要辩证看问题，一边把责任甩给各级官员，认为是他们执行习思想不到位。更耐人寻味的是，杜文还透露，如今包括李强在内的几名中共常委几乎都被习近平奴隶化了。中共内部已经形成了一套话术，保持4个意识和2个维护，全面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加强党对各项事业的绝对领导。表面上是党对各项事业的绝对领导，实际上就是习近平对各项事业的绝对领导。习近平呢，将在21大退居幕后当太上皇，但这个太上皇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退居2线徒有虚名，而是要效仿晚清的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牢牢掌握实权。我们很多人为了保护牙齿，天天刷牙2、3次。可眼睛的保养更重要，因为牙掉了还能植牙补救，视力真伤了就麻烦了。从早到晚盯着屏幕6到8小时，感觉干涩、酸胀、畏光、眼压紧绷，你是不是也这样？我劝大家，眼睛越早护理越好，越省心。那我要推荐给大家一个小东西，一个非常好用的冷敷眼贴。贴上去大概3分钟，我就明显感觉眼睛放松下来了。这个眼贴里面有3种植物萃取成分，贴上去清清凉凉的，可以帮你缓解蓝光带来的压力，维持泪膜滋润。有86%的人反馈使用之后都更放松、更滋润。如果呢你是日常保养，可以每周2到3次给眼睛做个小 SPA。如果眼睛已经明显干涩或最近用眼很多，可以增加使用频率，白天用2到4片，分时短贴，晚上6片连贴6到8小时，睡一觉就好了。这个眼贴在工作睡觉时都可以用，我很多同事就是直接贴着工作，一开始会流泪，试用之后就可以了，用完撕下来不扯皮，妆也不花。每天不到半杯咖啡的钱，就能给眼睛一份长期守护。需要的朋友就点下方的链接，输入我的优惠码大时局，还可以享受95折优惠。这爆料是真是假，外界还无法确认。时评人李牧阳认为，这爆料存在了矛盾。比如，习近平承认重大失误，这说明他在内部可能遇到了挑战。否则他不会主动认错，因为习近平不是能主动认错的人。如果习近平遇到内部挑战，他就无法做太上皇了。如果习近平能做太上皇，所有人都被他奴隶化，他还用得着退位垂帘听政吗？这是明显的矛盾。
李牧阳指出，现在中共的政局混乱，内部打斗非常激烈，在这阶段，各方面各派系都可能释放假消息。只要有中共的内斗存在，就不能避免各派系的放风。释放假消息的人，往往都是昔日的熟人和朋友，所以必须谨慎看待各方面的爆料消息。不过，杜文的这个爆料其实和之前外界热传的关于习近平大权旁落的说法有相同的地方，就是无论是退位做太上皇，还是大权被架空，共同点都指向习近平在21大上会退下来，不再像现在这样站在台前。不过呢，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迹象能证明习近平到底会以什么方式退居二线。但这次爆料中最耐人寻味的，那就是习近平在会议上居然肯承认重大失误，承认经济被他搞砸了。从这一点上来看，这更像是一种不得不面对现实的姿态。那这也意味着，与其说他准备主动选择太上皇模式，不如说是受到来自党内的压力，被迫承担责任。换句话说，他的退居幕后未必是心甘情愿，更可能是现实压力下的被动选择。那么这些说法在现实里有没有印证？93阅兵就给出了不少的蛛丝马迹。首先，阅兵总指挥是名不见经传的韩胜言，军衔也只有中将，这样的重大场合却降格使用，难免让人怀疑习近平在军中的话语权。再看天安门城楼上的画面，83岁的温家宝和91岁的李瑞环同框，神采奕奕，谈笑风生，显得气定神闲。反观习近平全程愁眉不展，脸色凝重，而且身边没有现任高层簇拥，反倒是一群外国领导人陪着，这跟以往完全不同。而在所有元老之中，最受瞩目的无疑就是温家宝，他的出场不仅打破沉寂，更在网络上掀起了舆论狂潮。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温家宝在这次阅兵中的细节以及引发的种种联想。93阅兵虽然已经落幕，但细节仍在发酵。最受瞩目的莫过于83岁的前中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一张泪照。画面里，温家宝表情悲伤，双眉紧皱，似乎在极力地压抑自己的情绪，但是呢，又抑制不住心中的悲痛，似乎眼泪已经夺眶而出了。有人说那是对国运的感慨，也有人解读这是老人心中对现实的无声控诉。X 平台推主党派评论调侃温家宝总理为啥眼里充满了泪水？是听到普京的台词了吗？海外评论员蔡胜坤则直言，当身边人在欢呼时，这位清醒的老人哭了。上一代政治老人把习近平扶上大位，就应该想到今天的结局。对于外界来说，这不仅仅是老人家的一个瞬间表情，更像是一个时代的隐喻。温家宝的这张忧国忧民的泪照，似乎也佐证了此前坊间热传的习近平大权旁落、中共元老控局的传闻。将这些传闻放在阅兵现场的细节里看，似乎并非全无根据。另一个细节则发生在军方人物张又侠身上。央视的镜头里，他竟和退休常委张高丽并肩而立，画面足足停留了4秒。相比其前任范长龙只有3秒的同框，这一次升格意味十足。有分析人士指出，这绝对不正常，这意味着张又侠被刻意放进了常委级别的框架。换句话说，他虽然只是军委副主席，但在画面中却被对齐到了常委的高度。此外呢，传闻中的接班人废太子胡春华在93阅兵的央视直播中，镜头在他脸上停留了足足6秒。据制片人李军爆料，6秒是党魁的待遇，因此呢，这不太可能是导播的失误，更像是刻意安排。在中共的政治舞台上，往往多看一眼就意味着不同寻常。胡春华的6秒钟无疑成了阅兵场外最耐人寻味的片段之一。中共政协副主席胡春华近期得到的超规格待遇有点多，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也有提到过，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翻看一下近期的节目。
从天安门城楼上的泪水和特写，到阅兵场上的座次与镜头，中南海内部权力的微妙变化，似乎正在一点一滴地被外界捕捉。当外界还在议论中共内部的暗潮汹涌时，北京大会堂里，习近平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会面，则成了另一个瞩目的焦点。9月4号晚，北京大会堂东大厅灯火通明，大阅兵刚刚落幕，习近平便在这里会晤了金正恩。这是两人时隔6年后的再次会面，也是2019年习近平访朝之后，两位拥有核武器的邻国领导人首次会晤。金正恩在会晤中强调，无论国际风云怎样变幻，朝中友好不会改变，而且还要不断深化和发展。更敏感的是，他还明确表态，朝鲜将在台湾、西藏、新疆等涉及中共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支持中共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那这份表态被外界视为外交投名状，彰显了中朝之间唇齿相依的特殊关系。习近平则表示，中朝是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共高度重视这份友谊，不会动摇。他还提到，中朝两党作为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着相同的理想和信念，应该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在会谈中，双方还谈及到了朝鲜半岛局势。习近平的表态耐人寻味，他没有像国际社会期待的那样提无核化，而是反复强调中国一贯坚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将继续为维护半岛和平与稳定竭尽全力。金正恩则对此表示高度赞赏，并称愿意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上与中共携手维护双方共有的根本利益。在随后的公报里，中朝双方一再强调命运与共，友谊永不改变。这场会晤并不只是例行的礼节性寒暄，而是一次破格安排。按照官方公开的流程，当晚除了会谈，双方还举行了小规模茶叙和专门的晚宴。外交消息人士透露，这样的安排已经接近国事访问的最高礼遇。这场会晤本身也创下了一个新纪录。金正恩这次在中国停留了5天4夜，其中在北京就待了超过54小时，是他出任最高领导人以来在中国境内停留时间最长的一次。那这也是他自2011年接班以来首次参加多国领袖同场的重大国际活动。阅兵当天，他和习近平、普京同台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这张画面被不少西方媒体称作新邪恶轴心的同框。在会谈后，金正恩当晚即乘坐专列离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外交部长王毅亲自到站送行，规格极高。综合来看，这场6年后的习金会晤，对习近平而言是在内部暗潮汹涌之际刻意营造的对外盟友场景；对金正恩而言，则是一次外交突破与世袭信号的双重秀场。金正恩成了这场阅兵的最大赢家。一边呢是大会堂内永不改变的誓言，一边呢是国际社会对邪恶轴心的警惕。这场看似盛大的中朝会晤背后折射出的是东亚格局中新的不安和动荡。就在这场历史性访华的聚光灯下，金正恩和其家族的奢侈打扮再次成为外界瞩目的焦点。镜头里，金正恩左手佩戴着一枚瑞士 IWC 万国表，市价高达14100美元。金正恩呢，对瑞士手表的偏爱由来已久。他自留学瑞士时期起，便被多次拍到在公开场合佩戴昂贵的名表。与他并肩的妹妹金宇正则手提法国奢侈品牌迪奥的黑色 Lady 包，售价也是大约7500美元。这些呢，都是被联合国安理会列为制裁禁品的奢侈品。但显然，金氏家族仍然能透过中间商轻松获取，并在国际场合高调显示。这种名表加名包的浮夸与朝鲜国内的真实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多年来，朝鲜百姓在国际制裁与政权施政的双重压力下，长期饱受粮食短缺之苦。外媒报道，朝鲜许多地区的民众依然在为基本的食物和药品挣扎，一些地方甚至还出现饥荒的迹象。一边是领导人在北京与普京相拥时手腕上的名表闪闪发亮，另一边是数百万朝鲜人为一碗白米、一包药品而焦急徘徊。这样的强烈对比不仅揭示了金氏王朝的奢靡本质，也让中朝领导人高调宣誓的友谊蒙上了一层讽刺的意味。除了习金会晤本身，另一个看点是金正恩这次首次带上了女儿金主爱。9月2号下午，金主爱和金正恩一同乘坐专列抵达北京，并立即引发媒体的关注。不过随后呢，就再没有公开露面。无论是9月3号的阅兵式，还是中朝首脑会谈与晚宴，都没有出现他的身影。这种神隐安排引发外界的更多猜测。韩国舆论认为，金主爱很可能正在中国完成非公开行程，参观那些被视为接班人必修课的象征性场所。毕竟，从他首次亮相开始，金正恩就可以把女儿推到公众视野，目的就是让她接受完整的继承人教育。这次带她来北京，与其说是陪父出访，不如说是一次权力实习。分析人士指出，这可能和金正恩的早年遭遇有关。金正恩当年少年时期并未被明确定位为接班人，还一度被送到瑞士留学，长期处于边缘化状态。据说呢，这段经历给他留下了心理阴影，因此他选择自由公开女儿的存在，不断强化第4代世袭的信号，避免金主爱重蹈自己少年时期被忽视的覆辙。在北京期间，虽然金主爱没有公开露面参加会谈，但韩国舆论普遍认为，他很可能在参观一些接班人必看的场所，比如象征性的革命纪念馆或者是重要会址。这样的隐藏行程反而更符合培养接班人的需要。某种程度上，金正恩给女儿安排的这场权力实习和习近平举办的大阅兵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精心设计的政治秀，目的都是巩固政权的正当性。然而，外界看到的却不是掌声和信任，而是另一种强烈反差。一边是奢靡的领导人与铺张的仪式，一边是民众的贫困与内外交困。在这种背景下，大阅兵不再是国力展示，反而成了一场反向示范。天安门广场上战车导弹排场十足，城楼之下却是社保压力、失业潮和停工潮的民间哀鸿。外有邪恶轴心抱团的尴尬形象，内有经济持续恶化的现实。历史早已告诉我们，穷兵黩武与横征暴敛往往是王朝崩溃的前奏。这场阅兵与其说是国威展示，不如说是中共走向末路的号角。好的，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